嗨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我今天要和大家讲的是跑步中的落地方式，包括3个方面：落地位置、屈膝角度、触地部位。每个人的跑姿多多少少都有一点问题，哪一种跑姿是最适合你的呢？你要不要改一下足跟落地的问题呢？现在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就是要前脚掌落地。那么也有人说足跟落地也没有什么问题，毕竟马拉松大神级人物也有足跟落地的时候。比如基普乔格，我发现了一张他与中国田径队训练的照片，竟然也有脚跟先落地的时候。再看看女将沙兰，她是2017年纽约马拉松女子冠军，几乎全程都是脚跟落地跑。为什么很多人都是脚跟先落地呢？因为大家都是自然选择最省力的方式。脚跟先落地主要是利用骨骼支撑，支撑力量大，肌肉更省力。在长跑的后程累的时候，更容易倾向于后脚跟落地。而前脚掌落地更多的是肌肉筋腱支撑，所以比较累。这2种落地方式优缺点就比较明显了。用骨骼支撑当然更省力，但是反应速度慢，缓冲不好，对骨骼关节的伤害比较大。用肌肉筋腱支撑，缓冲好，反应速度快，但容易疲劳，肌肉筋腱更容易受伤。不过脚跟先落地并不一定是大问题，脚掌先落地对你也不一定好。这要从3个方面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落地位置，第2是屈膝角度，第3才是落地方式。我们先来看看2个极端的跑步状态。先观察一下起跑，你看落地点特别靠后，落地腿弯曲，前脚掌落地，这个是加速的3个要点。这时的身体大幅度前倾，小腿与地面的夹角小，而且只能是前脚掌落地，当然不可能长时间这样加速。落点每一步都会前移，小腿倾斜角度逐渐变大，加速度越来越小，身体逐渐立直。再来看看减速的状态，我拍了一下快跑时的急停，这时的跑姿可以说是所有错误的最夸张的集中表现。前腿大跨步并伸直，远离身体重心投射，脚跟硬着陆，后腿滞后，尽量拖延时间，上体后仰，手肘张开。这时的目的呢，只有一个，尽快停下来。如果你拍到你的腾空动作和我这个动作类似，那我问你，你是要继续跑呢，还是要停呢？接下来先说一下落点位置。这是我上一次讲跑姿的时候做的图。落地最重要的是落在哪儿，而不是怎么落下。要看落地点相对身体重心投射点的位置。你看不同的配速，落点也不同。配速越快，落点越靠近身体下方，这样身体重心就能够更快地通过支撑阶段，从而减少了对支撑腿的压力强度。所以说，落点靠近重心投射点是正确跑姿的关键，也是减少受伤的秘诀。如果落点是落在重心投射点的前方，远离身体的部位，那么不管你是如何的落地，那都是有问题的，都可能会造成对脚踝一直到髋关节的一系列伤害。再来看看屈膝角度，有了适当的屈膝角度，才能有高效的缓冲。如果是直腿落地，就容易使膝关节受伤。但是看这个对比图，你就会发现，速度越快，屈膝角度越大，也就是说腿更直。不过不要理解成腿越直越好，前提是落点足够好，速度足够快。最后要讲的就是大家讨论最多的触地部位的问题。我们用一只鞋来演示一下落地的方式：前脚掌、全脚掌、脚跟，这是3种。再从正面看，外侧、中部、内侧，这样3乘3，一共有9种。所以这是
比较常见的9种落地方式。先来说说最常见的足跟先落地。有些职业运动员看似脚跟先落地，实际上他脚跟只是轻触地面，并没有用力支撑，然后他是迅速过渡到全脚掌支撑，再加上他有很小的屈膝角度，所以就化解了他这个脚跟落地的不利因素。这段视频不太清楚，但是能很好的看清 Flanagan 脚跟着地的跑法。他的腿部力量极强，我量了一下屈膝角度，竟然是令人恐怖的130度左右，可能有拍摄角度的偏差。不过你看他的左小腿几乎是垂直落地的，右腿稍差一点。屈膝角度也不是越小越好，如果超过了你的承受能力，会增加你的落地时间。只有腿部力量足够大时，才能利用较小的屈膝角度来化解脚跟落地的不足。当然，足跟落地还是缺点比较明显，它不利于提速，这往往是年龄增大、肌肉力量弱的无奈之举。如果你比较年轻，希望跑得更快，小腿和脚踝的力量又足够大，那我还是建议你使用前脚掌外侧先着地的跑法。看了刚才那段视频，我们知道脚跟着地的跑法也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能这样，直腿勾脚，落点靠前，这样落地膝盖看着都疼，髋关节也会受到震动。虽然我们没有能力屈膝130度落地，但我们应该能做到以下这几点：落点尽量靠近身体下方，小腿不要前踢打直，小腿脚踝放松，不要勾脚尖。再来看看大家比较推崇的前脚掌着地，这是1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博尔特的落地，这是日本马拉松运动员大破节的落地。所以严格说起来，他们都不是前脚掌落地，而是前脚掌外沿先落地，然后再过渡到前脚掌落地。如果我们在放松状态下抬起大腿，放松小腿、脚踝，脚的自然状态就应该是外侧低、内侧高，足跟高、足尖低。这样的自然落地能够充分发挥足弓、脚踝、跟腱和小腿的缓冲功能。这是前脚掌外侧落地的跑法。注意，这种跑法一定不是脚掌用力内翻的结果，而是小腿、脚踝充分放松的结果。如果用力去校正，肯定会受伤。这个时候，主动下压大腿，放松膝关节是个关键。再有就是下落的脚要自然放松，不能勾脚尖。最后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，就是全脚掌着地。全脚掌着地应该表述为全脚掌外侧着地，骨骼支撑与筋腱支撑共同作用，不偏不倚，对于大众跑者来说是最佳选择，避免了前脚掌着地可能造成的肌肉筋腱伤，也减少了脚跟落地造成的缓冲不利、关节受伤的风险，这是最安全的落地方式。找机会你也录一段自己跑步的视频，先录正常速度跑，改跑姿的时候更要录像，防止脚忘过正。回放的时候在一些关键点定格看看，你就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了。这是迪巴巴，马拉松最好成绩突破220，在比赛中他多数时候都是这种落地方式。再来看基普乔格，比赛的时候多数也都是这种落地方式。从前面看是这样的，脚掌外侧先落地非常明显。咱们看看他比赛时的录像，基本上全程都是全脚掌外侧先落地。如果仔细看，你会发现他后程的时候甚至有一点脚跟先落地的趋势。再重申一遍，不论任何落地方式，必须首先要谈落点、屈膝角度，然后才是落地的方式。今天讲的很多，
那么具体怎么改，这个是需要根据你自身的特点来定，最好是在比较专业的人的指导下来改你的跑姿。可以给自己拍一段视频，从侧面、从前面、从后面。拍视频以后，你自己慢镜头回放，就会发现自己的问题。有的时候自我感觉是全脚掌落地，可能你是后脚跟落地的。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2个改跑姿的方法。先做原地跑，关键是膝关节和踝关节放松，体会前脚掌落地的感觉。这时候你是不可能脚跟先着地的，然后过渡到小步跑。如果又开始脚跟着地了，就再慢下来，重新来。如果步幅稍大，动作就变形，那就有可能是你的脚踝和小腿的力量弱，就先去做力量训练吧。再有一种方法就是光脚跑，最好在跑步机上练。只要一脱掉跑鞋，所有的感觉就都对了。因为失去鞋底的缓冲保护，大脑自动调节到适合你最佳的落地方式。你自己录像看看，肯定和穿鞋跑有很大区别。如果是在室外光脚跑，可能脚底难受，可以穿底儿特别薄的五指鞋，效果也差不多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儿。如果有问题，请到视频下方给我留言，别忘了点赞订阅哈。上跑圈王教练，我们下期再见。